老家伙，这地契你签还是不签？张如虎，你们张家强占了我陈家9成9的地皮，这最后一块地埋着我的父母妻儿，你们竟也要强占了去？哼，你都半截身子入土了，还留着块地有什么用？识相的赶紧签了地契，或许还能安生活个2、3年。要不然，老子要你不得善终！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签的。哼，杀你？你个老不死的也配！等老子凑足了钱，就可以加入除妖司。大小也是朝廷的人了，怎么能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呢？我不杀你。不过你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天意了。我的脚！要是天意都不给你留活路，既然你陈家都绝户了，还留着地产房产干什么？你以为就没人知道你的恶行吗？是你自己进山砍柴摔断了腿，与我何干？张如虎，你不得好死！我好不好死不知道，但你马上就要死了。谁不知道这鞍山深处猛兽如云，甚至还有传闻中的妖怪？南山村恶霸欺我老无力，怎能对面为盗贼？都说望山跑死马，更何况我2条腿都断了。看来老头子我怕是要死在这里了。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有什么用？倒不如年轻时候去学2手拳脚功夫，就和我那死去的老哥们儿一样，一把年纪了还能赤手空拳撂翻几个年轻人，也不至于今日被那村霸张如虎欺辱成这样。百无一用是书生，果然没错，有山有水，倒是个好地方。只可惜老头子要曝尸荒野了。妖怪！居然遇到了传闻中的妖怪，呵呵，这下看来连曝尸荒野的机会都没了。爹娘，我来见你们了。早就听说鞍山深处有传闻中的妖怪，今天一下子就见了2只，也不知道是走运还是倒霉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是有活下去的机会，谁又情愿去死呢？其实死在这畜生的嘴巴里，尸骨无存，何其凄惨！难道是为了争夺这一枚果子？离得这么远，我都闻到了一股清香，难道这是传闻中的灵果？真的好香啊！临死之前能够吃到传说中的灵果，这一辈子也够本了。这果子也不大，居然让我有种吃撑了的感觉。我的腿不疼了，好了，我的腿好了。不愧是传闻中价值1000金的灵果，难怪能让这2只可怕的魔兽拼死相争。死了，还没死透。古人有云：趁他病，要他命。感觉我的气力都大了许多，不愧是传闻中的灵果。还好吃了那枚灵果，要不然老头子我连这只半死不活的畜生都杀不死。
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以前我的身体就好像干柴似的，现在也变得灵活多了。这枚玉佩是我爹留给我的，据说是咱们老陈家祖传的信物。难道我增强的气力就是因为它？还不一定，也可能是因为那枚果子。是与不是，再试试就知道了。刚才抱起这块石头还有些吃力，现在抱起来却很轻巧，我的气力果然增强了，不是错觉。还想跑？老头子的腿脚不方便，但现在气力还是有一把子的。感觉浑身气力又增强了不少。不过我都七老八十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哪怕有了一把子气力，又有什么用呢？不对，还有用，至少要把那村霸张如虎除掉，既是为自己报仇，也是为村民除害。那不是陈老头吗？他不是上山砍柴掉悬崖去了吗？什么掉悬崖？我看就是。别多嘴，当心传到张家人那里去。陈爷爷，你可算回来了。小豆芽，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我爹被张恶霸给打了，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老陈，长安这孩子随我是个急性子，就靠你照看着了。说是让我照顾他们，其实这10几年下来，一直都是他们在照顾我这个孤家寡人呢。小豆芽，带陈爷爷去你家。陈叔，您没事？陈叔，您还活着，太好了。是张如虎打的。他不仅占了俺们的地，还把您唯一的祖坟地都给占了。而且我还听说您被张如虎给……我不服气，去找他们理论，然后就……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就连他这个名字都是我给举的。长安，长安，寓意着他长久平安，简直就跟我亲生的孩儿差不多。陈叔，您要干啥去？张如虎他欺人太甚，我这一辈子也没几年好活的了。今天就是拼了老命，也要讨个公道。陈叔，您不能去，快拉住他老人家。叔，您一把年纪了，就该安享晚年啊。陈爷爷，你别走，我害怕。陈叔，且不说您年纪大了，就算是我这等壮年，都不是张如虎的一招之敌呀。你不是自小跟着老王学武吗？张如虎如今已经迈入了武道境界，成为了一名9品武者，根本不是普通武夫能够对付的。陈叔，您一辈子也没练过武，况且还一把年纪了，您去了也是白白送死啊！叔，长安这话糙理不糙，您可不能冲动啊！老王当年也是10里8乡头1号的高手，一把单刀也闯出了偌大的威名。
可就因为得罪了一方地主豪强，结果被人群起而攻之，自此落下病根。回到村里，没过2年人就不行了。这件事确实还需要从长计议。陈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算是我的半个父亲了。要是为了长安儿，那我就算是死了也无颜面对老父亲啊！你们是什么人？老东西好没规矩！我乃丰城马家堡的管家，你这乡巴佬见了不低头哈腰向老爷问好，反倒还敢质问起我来了！扶我起来！原来是马家堡的管家老爷，不知道大驾光临寒舍，有何贵干？你们南山村所有的房产地皮已经被你们的村正张如虎卖给我们马家堡了。现在管家老爷我就是过来通知你们，3天之内通通滚出去，要不然……这个茶壶不错，是个老物件儿，老爷我要了。我们走。长安，那些强盗把咱屋子都搬空了，这是不给咱们活路啊！我真是个废物，连自己的家业都护不住。陈叔，您帮我带着妻儿走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死了算球。不，我不走。说，您还是带着小豆芽走吧，小妮子就交给你了，以后她就是你的孙女。我不要走，我舍不得爹娘。放心吧，小豆芽，有陈爷爷在呢。王长安，抬起头看着我，这么大个人了，还哭什么哭？没出息！陈叔教训的事，我不哭了。大不了背井离乡就是，谈什么丢不丢下的？你忍心看着他们孤儿寡母在这乱世苟活吗？陈叔，且不说我能不能熬过这一次，就算是熬过去了，我这双腿已经被张如虎给打断了，活着也只会拖累他们母女俩。山里肯定还有灵果，只要找到了就能治好长安的双腿，顺便还能凭借玉佩去猎杀妖兽，提升实力。都别哭了，有老辈子在，天还塌不了。长安，你爹当年那柄大刀还在不在？陈叔，您要刀做什么？以他的武功，就算您老人家想拼命，去了也连他一根手指头都碰不到啊！你想哪儿去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去跟人拼命不成？只是有些想念老友，睹物思人罢了。王家媳妇，你去把老王当年那柄刀拿出来。怎么，我这老不死的还使唤不动你了？还是说你们眼里已经没我这个叔叔了？去拿吧，相信陈叔不会做傻事儿的。陈叔，父亲这口宝刀重达80斤，普通人拿起来都费劲，即便是我都无法正常使用，所以一直放在箱子里吃灰。当年我这老友便是靠着这一把祖传的宝刀行走江湖的。陈爷爷好厉害啊！陈叔，您不是书生吗？怎么跟我那武夫出身的父亲一样，到老了还有这把子好力气？这刀连我都不能这么轻松的举起来啊！你陈叔老矣，尚能犯否？陈叔，您这是要去哪儿？没什么，上山砍柴去。
这道背影可真是像我爹啊！听说陈家那老不死的活着回来了。没错，胡爷。有了这笔钱，我就能买到除妖司的考核名额，马上就是朝廷的人了。不想再脏了手，所以就交给你了。放心吧，胡爷，这老不死的会和那些闹事的一样，死得悄无声息。折磨一下再杀，不要让那老东西死得太痛快。折磨人，我最喜欢了。你去吧。出来吧，跟了我一路了，老头子还没老到老眼昏花的程度，你跟得那么明显，当我是瞎子不成？老耳朵还挺灵的嘛，不过未免也太自大了些。对付你这种老掉牙的货色，我还需要藏着掖着吗？别说废话了，赶紧动手吧！哈哈哈哈哈！一把老骨头，拿着把假刀吓唬谁呢？真当我是吓大的吗？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的。老头子，我没有你那么变态，我会给你个干脆的，找死！不是假刀，我大意了，没有闪。以前杀只鸡都怕，现在杀了个人还能这么冷静，看来心态沉稳是年纪大的唯一好处了。终于找到了，又是一枚灵果。虽然没有那天的那枚灵果那么香，但是给长安吃下去，肯定也能对他的伤势有帮助。好大的畜生，怕是要成精了。这畜生皮糙肉厚，必须得砍中他的脖子，才能造成有效的伤害。伤好了，感觉力量又强了几分。希望这枚灵果有用吧。趁着3天，再多猎杀几只妖兽，提升一下气血之力。这3天，我一直在猎杀猛兽，虽然身上添了一些伤，但也收获了强大的气血之力。总感觉老头子我变年轻了一些，或许只是我的错觉而已。玉佩再怎么也不可能这么逆天，
还能让我返老还童了不成？这3天我在山里杀了不下几10头猛兽，狼、豹子、野猪、熊瞎子。我能够明显感受到体内充沛的气血之力，就好像油灶里面沸腾的开水一样。也不知道现在的我能不能干掉那村霸张如虎。今日那马家堡的人就要来赶人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必须得下山，哪怕是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要从那恶霸身上撕下一块肉来。管家老爷，房产和地契你们抢就抢了，可是锅碗家具是我们自己的，你凭什么不让带走？谁叫你们不早做准备？3天时间一到，这村子里所有东西，自然就归我们马家堡所有了。你们这是强卖！我要去城里报官，让城主府来评评理。马管家，你就放心吧，这些嚷嚷着要闹事的，有一个算一个，我都记下了。活不到城里的。去呀，尽管去。管家老爷我呀，是身正不怕影子歪，还愣着干什么？这些土包子敢赖着不走，就给管家老爷我打，往死里打！长安，不要打我爹爹！真是不识抬举，照揍！什么人敢动我们马家堡的人？简直是我！陈爷爷，小豆芽好害怕。陈叔，长安他昏过去了，怎么叫都叫不醒。给长安吃下去就好了。我的乖乖，这乡下老爷的身上怎么会有灵果这种好宝贝？灵果这种好东西，给一个快死的人吃了，岂不是浪费？这枚灵果，虎爷我收下了。这老的一刀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气势？操！看来你在山里有点奇遇呀！拿我狼牙棒来！虎爷就让你看看9品武者和普通人的差距。那老头子我就来见识见识。这个彪形大汉比我还魁，还是那陈老爷子吗？找死！
不可能！我是9品武者，而你不过是个没用的老书生。是啊，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我现在不要做书生了，我要做个粗鄙的武夫。我错了，老东，不，陈爷爷，我错了，求您饶了我一条狗命吧，我再也不敢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原来陈叔这么强。是啊，以前公公临终前把咱们托付给陈叔，我还想着是他老人家怕咱们冷落了陈叔这个孤官老人，所以想让咱们多照看他一下。哪里是照看他呀，分明是父亲早就知道陈叔的本事，让陈叔照护着咱们呢。陈爷爷好厉害！陈爷爷就是故事书里的英雄，坏蛋被陈爷爷打死了。站住！老英雄，您有何贵干？老东西，你知不知道马家堡是什么地方？在这丰城地界，咱们马家堡仅次于城主府，而我乃是马家堡的大管家，可不是张如虎这种土地主能比的。你可不要想不开呀！老头子都这把年纪了，半截身子埋进了土里，多拉几个垫背的，不更好吗？老英雄饶命啊！那房产地契是我们合法合规从张如虎手里买来的，就算强买，那也是张如虎干的，跟我无关啊！况且我只是个跑腿的，不过是贪摸了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罪不至死，罪不至死啊！老英雄，老头子也不为难你，把钱退还给你，把房产地契还给乡亲们，可否？饶命啊！饶命！我全还，全都按老英雄说的办。你是张如虎的手下吧？带着马管家去张家取回债款，赎回乡亲们的地契。是，这就去。陈大哥，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我们这些人全都无家可归了。老妹妹给您磕头了，感谢陈老爷子的大恩大德。诸位乡亲，这是干什么？你们之间甚至有不少与我同辈，行此大礼就太折煞老头子我了。陈老爷子仗义出手，就算是磕100个响头都不为过。我媳妇儿遭那张恶霸玷污，投水自尽，今日得亏了陈爷爷，要不然我这窝囊废一辈子都报不了这血海深仇啊！陈大哥，如此大恩大德，咱们无以为报，只有磕几个头，才能心里好受些啊。我本是孤寡老人，无亲无故，这些年来若非大家伙时时关照，我这把老骨头也难以安稳度日。今日之举，不过是举手之劳，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恩大德。前2年我那老屋院墙倒塌，是朱家老三你帮我修缮加固，分文不取。我闲来无事种的小菜地，是李家婶子帮着我浇水除虫。灾荒年间，哪一次不是靠着村里7拼8凑，我这孤寡老头才不至于饿死。陈老爷子，
早知道您是我们南山村的老福星，只恨我没有为您做更多事情。往后我们都把您当成老祖宗供着，一定要让您衣食无忧，安享晚年。陈叔，你怎么了？我方才怎么回事？陈叔，你终于醒了。水。陈叔，你杀了那恶霸张如虎，动用了太多内力，然后就昏迷过去了。内力？难道玉佩给予的气血便化成了我的内力吗？陈叔，您这内力少说有8品武者的实力，可您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昏迷吗？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不懂这些武夫的门道。因为您空有一身内力，却没有武功加以引导，这就好像没有源头的死水，一旦水流干涸了，人也就撑不住了。何谓武功？武功就是控制内力的法门，就好比同样是一潭泉水，只要修炼了武功，就有着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涌来，就不会像你昨天那样，因为内力耗尽而昏迷过去了。那么，我该怎么修炼武功？你会吗？陈叔，现如今朝廷对武功管控很严，寻常百姓谁敢私练武功？抓到就是个死罪。想要修炼武功，唯有一条正道，那就是加入官府部门。什么部门？除妖司。我倒是听说过这个衙门，听说是朝为了对付妖魔鬼怪而专门成立的。而且您杀了张如虎，这恶霸名义上是咱们村的村正，说是半个官员也不为过。衙门过不了几天就会来拿人的。老头子都一把年纪了，没几年好活的了，还会怕进衙门？陈叔，何至于此？只要您加入了除妖司，那么按朝廷律法，过往的罪责一笔勾销，既往不咎。这个除妖司连人命官司都能压住，何止是压得住？陈叔，您有所不知，除妖司里最低等的斩妖师，见了城主都不必下跪，那地位可不是咱们这些乡下人能想象的。你对这除妖司倒是了解不少啊。我爹当年也想进除妖司，可是却连考核都没有通过。可陈叔您不一样，您比我爹当年还要厉害许多，兴许能成。这么说来，不仅是为了那武功，还为了我身上这人命官司，老头子我都得搏一搏，加入那除妖司了。陈叔老矣，尚能饭否？那你说怎么个加入法？具体怎么个加入法，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要经过一场考核。那你说个甚？除妖。丫头，这东西你哪里来的？这是何物？这是除妖司的考核令牌，我当年在父亲那里见过，一模一样。二牛说是从张如虎身上掉出来的，他说要送给我做定情信物呢。又是那个傻小子！丫头，离他远点儿。哟，老父亲这就舍不得闺女了。陈叔，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令牌您收好，到了丰城就能凭借着这块令牌参加除妖司的考核。以前我是一心苦读，回首一看，已经是孤家寡人，两鬓斑白，却还不知道这世间之大。如今出去见识见识这个江湖，倒也不错。长安，玉树叔父马到成功，凭着这口先父的宝刀，在这江湖闯出偌大威风。陈叔若是厌倦了江湖风雨，便回到村子，我们替您养老送终。陈爷爷是个大英雄，什么坏蛋都不怕。王大哥，以前你妻儿双全却不归家，终日在江湖浪荡拼杀，以前我不太懂，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请收下吧。江湖人吃江湖饭，不必了。江湖路远，乡亲们，请回吧。江湖，老头子也想看看，到底有没有话本演义里面描绘的那般波澜壮阔。夜深了，快要下雨了。也好，就在这庙里过个夜吧，最迟明日午后也能到丰城。好浓郁的气血。明明嗅到了那么强盛的气血，怎么会是个糟老头子？来都来了，老头子就老头子吧，不过是肉柴一些罢了。长夜漫漫，老先生一人在这荒山破庙，岂不孤顶？有道是荒山不进野庙，所言果然不虚。居然遇到了一只妖怪，能够化成人形的妖怪，我还是头一回见。怕是要比野猪什么的畜生难对付，不能大意，得稳住它，再找机会下手。看到我这等美人，老先生就没什么想说的？莫不是年纪大，不行了？行不行？姑娘试过不就知道了。别看老头子这副模样，其实宝刀未老，就怕姑娘你承受不住。哦，是吗？人家什么风浪没见过，老先生尽管来试试，奴家都承受得住。呵呵，试试就试试。姑娘，准备好见识老头子大宝刀了吗？老先生真坏，有什么大宝刀都亮出来吧，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呀。那好，你先把眼睛闭上。老先生还真是有情调呢。好好好，人家闭眼就是了。装模作样的老东西，待会儿我把你的骨头敲碎，骨髓都吸干。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受死吧！老先生饶命啊！我修行100年才化成人形，修炼不易，求您网开一面。修行不易就能吃人？老先生误会了，人家没有吃过人，这回真是第一次，却不想就撞见了老先生这等老英雄，求您放我一马，我发誓再也不吃人了。只要您饶我一命，我给您当牛做马，为奴为婢，伴着您一起行走江湖，斩妖除魔。念在你修行不易，又是头一回作恶，老头子我倒还真缺了一个端茶倒水的娇俏丫鬟。还真是个好骗的老家伙呢。我就想不明白了，人肉又酸又臭，你们这些妖怪怎么就那么爱吃？谁说的？明明很香的。不愧是能够化形的妖精，产生的气血之力比我之前杀的猛兽加起来都还要多。好一个奸诈的妖精，既未吃过人，又何有很香一说？真是死有余辜。唉，志怪小说都是骗人的，什么狐仙与书生的情爱故事全是假的。什么人？给我滚出来！好漂亮的女子，大半夜出现在这荒山野庙，莫不又是一个妖怪？气血玉佩没有反应，看来不是妖怪。老先生不必紧张，
小女子一路追着那狐妖而来，方才正好听到老先生的妙语，一时没忍住笑出了声，还望海涵。老朽在这荒山野庙待了半夜，刚又撞见一只狐妖，有些疑神疑鬼了。姑娘莫要见怪才是。老先生斩妖除魔，为民除害，小女子敬佩还来不及，又怎么会见怪呢？还未请教老先生高姓大名？老朽姓陈名木，不过是个山野村夫罢了，当不起什么大名。敢问姑娘贵姓？免贵姓安，名闭月。闭月羞花，好名字，好名字。老先生，要不是您一把年纪，我可要当您是登徒子了。闭月的闭乃是碧落的碧，可不是羞花那闭月。哈哈哈哈哈哈！姑娘放心，老朽都这把年纪了，就算想做登徒子，也没那本事喽。老先生说话可真有意思。对了，这大雨天您不在家待着，跑这荒山野庙来做什么？也不怕姑娘笑话，老朽正要去丰城参加除妖司的考核，也不知我这一把年纪了，能不能考上。除妖司，老先生虽然没有修炼过武功，但方才那一刀干净利落，一击便将那化形的妖精重创。虽说也占了偷袭的便宜，但对于时机的把控很是到位。再怎么说也有8品武者的实力了，要是修了武功，或许还能冲击一下7品武者，通过除妖司的考核一定不成问题。我有气血玉佩在手，只要猎杀足够多的妖怪，成就何止7品。只可惜我实在是太老了，没几年好活喽。程姑娘吉言了。老先生，我并非是说好听的，以你的本事，一定可以加入除妖司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相信你可以做个优秀的斩妖师。姑娘留步，外面还在下雨，还是等雨停了再走吧。这点小雨算什么？老先生后会有期。眨眼就无影无踪了。老头子，我该不会是老眼昏花，撞见仙女了吧？上次来这儿赶考，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了，没想到丰城变化这么大。读万卷书，还真不如行万里路啊！我早该出来走走的，白白在村里虚度了几十年的光阴。堡主，南山村都已经到手了，结果半路杀出一个老头子，硬生生把这事儿给搅黄了。老头子，你们这么多人，叫一个老头子给打了回来。堡主息怒，那老头子可不简单啊！张如虎，您知道的，南山村的土霸王，结果将那老头子给砍死了，不多不少只有3刀啊，堡主。张如虎再不济也是9品武者，3刀就能将他毙命，那这老头少说也有8品武者的实力，确实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你现在带着几个好手，立刻去将他给我抓回来。要是这事儿传出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乡巴佬都敢踩在我马家堡的头上。抓不了啊，堡主！那老头子已经跑了，说是要来咱们丰城参加除妖司的考核。要是让他加入了除妖司，可就不好动他了。这样吧，除妖司的主考官与我有旧，你立刻带着我的书信去见他，让他将那老东西拦在外面，事后必有重谢。只要那老王八被除妖司拒之门外，还不是任凭我们宰割？小的明白了，小的这就去办。2位军爷，老朽来参加除妖司的考核。哼，我没听错吧？一把年纪了，还想来参加除妖司的考核？他当除妖司是养老院啊！老爷子，您还是回去抱孙子吧。咱们这些高大威武的壮汉都没资格去参加除妖司的考核，就你这老掉牙的，笑死人了！
除妖司瞎了眼才会收你这个老掉牙，赶紧滚，别在这儿碍眼。对老人家放尊重些，老头子我兴许比你家爷爷还大。敢动手打人，兄弟们，给我上！老爷子，您赶紧道个歉吧，这些大兵可不是好惹的，你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他们折腾。你们确定要和老头子动手？少装蒜！兄弟们，把这老东西给我抓起来！出了什么事儿，我负责。住手！怎么回事？回禀大人，这老家伙仗着自己一把岁数，倚老卖老，想要冲撞除妖司的考核现场。我让他赶紧走，他非但不走，还动手打人。老人家，这里是除妖司的考核重地，可不是你撒泼打浑的地方。见过将军，老朽并没有撒泼打浑，而是来参加除妖司考核的。令牌是真的。大人，这令牌保不齐是他捡来的，又或者是偷来的。您看他都一把年纪了，老得跟枯树皮似的，哪像是有资格参加考核的高手？老人家，你怎么证明这令牌是你的？内力外发，老人家，您是踏入武道修炼的高手，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方才多有冒犯，还请前辈见谅。将军言重了，前辈请进。有眼无珠的东西，害得本将军丢了人，而且还得罪了一位武道高手。大人，属下知错了。哼，从今日起，你调到除妖司的下属机构，辅佐镇妖师抓妖怪。大人饶命啊！辅佐镇妖师抓妖怪，那可是九死一生的差事。大人您就饶了属下这一回吧。平日里这些士兵眼睛长在头顶上，对谁都是吆五喝六的，这下踢到铁板了吧？那老爷子看着半截身子入土了，没想到还是个高手，深藏不露啊！时辰已到，我乃本次除妖司考核的主考官吴刚，不多说废话，除妖司选拔考核正式开始。此乃武道石，用你们最强的力量打上去，就能够测出你们的武道修为，最高可以测到7品武者。敢问主考官大人，万一有人比7品武者更强呢？若真有7品以上的实力，还用得着来这儿排队考核？早就被内定招揽了，懂吗？奉劝你们一句，给我收起那点可笑的心高气傲。就算是7品镇妖师也算不上什么，该当孙子就老老实实当个孙子。我念到名字的一个个来。第一个，王栋梁。不入品的废物也敢来丢人现眼，滚下去！第二个，欧阳路。8品武者，根基不错，快要摸到7品的门槛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世家子弟的风范，很好。下一个，张小纯。
虽然也是个八品，但是来参加除妖司考核如此郑重的场合，却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穿不起。我看你也就这点出息了，就算入了除妖司，也是替别人洗衣服倒夜壶的命。下一个，陈木。你站住！哼，你这老家伙还没有资格参加考核，给我滚下去！主考官大人，老朽为何没有资格参加考核？有人举报说你偷盗别人的考核令牌，一个乡下来的老村夫，凭什么能拿到除妖司的令牌？自己心里没点数吧？老东西，等你从这里出去，管家老爷我非得叫你好看！居然敢把刀架我脖子上，哼！这个仇我要加倍奉还！原来是马家堡搞的鬼，我这令牌确实是从张如虎那里得来的，可谁又能证明呢？看来这胡刚已经被马家堡给买通了。主考官大人说老鼠偷盗样牌，可有证据？证据？本主考官说的话就是证据。我说你偷了，你就是偷了。老头子，我虽然老眼昏花，脑子已经木讷到不明事理了。可我看主考官大人您啊，却还不如我这半截身子入土之人。你说什么？我说你身为主考官，一言一行都代表除妖司脸面，却连最基本的公道与信用都不懂，全凭一张嘴就定了别人的罪。我老头子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头一回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老东西，竟敢辱骂主考官，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祸从口出这个道理，你活了一辈子，难道还没学会吗？我骂你什么了？我说你做事不讲证据，难道说错了？我一介乡下老头都知道凡事要讲究证据。你身为除妖司的主考官，难道不就是不如我这半截身子入土之人吗？说你厚颜无耻，名副其实。乡野村夫，气杀我也！老不死的，别以为你是个八品武者，就敢在我面前放肆，更不要以为这人多我就不敢动你。连我的修为都知道得这么清楚，看来这胡刚果然被马家堡给买通了。胡大人好大的官威啊，随随便便就能弄死一个人，难道这偌大的除妖司就是你胡大人的一言堂吗？想拿话激我，不怕告诉你，我就是能够代表除妖司，我说让谁加入谁就能加入，我说让谁滚谁就得滚，哪个敢有意见？哦，是吗？你是何人？竟敢在除妖司考核现场闹事，还敢对主考官动手，活得不耐烦了吗？认得这个吗？这是紫金镇妖令。这令牌只有除妖司的高层才有资格持有啊！这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年纪轻轻就有着一块紫金镇妖令。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假冒紫金镇妖令！整个除妖司谁不知道，紫金镇妖令拢共只有不到10块，并且全在总部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手中，又怎么可能出现在你这么个年轻女子身上？况且还是在这偏远的小城出现，可笑不可笑？咱们一起上，拿下他！找死！居然是武道宗师！下官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请大人恕罪。大人恕罪，大人恕罪啊！老先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老头子，我有眼无珠，原来姑娘竟是除妖司的大人，失敬失敬。如果有的选，我还不想加入呢。
这位老先生我认识，不用考核了，直接收入镇妖司。你们可有意见？没问题，没问题，大人说了算。有大人这层关系在，这位老先生就列为本次考核第1名了。胡刚这回可算是踢到铁板了，把最大的关系户给拦在门外，自己还吐血昏迷过去，谁叫他这么势利眼呢？老先生，我说了，你肯定能够加入除妖司，看我说的没错吧？老头子先谢过姑娘的抬举，只不过我还是想参加一下考核，好名正言顺地加入除妖司，免得日后旁人说姑娘以权谋私，损了姑娘在除妖司的威信。还真是个倔老头呢。行吧，随你，反正以你的实力，通过考核还是没问题的。昨天晚上又吸收了那只狐狸精的气血之力，不知道我如今的实力相当于什么层次的武道境界。全力以赴吧。短短1天时间，这老头子居然又突破了一个境界，晋升成为了6品武师。只可惜啊，年纪太大了，寿元将近，6品武师恐怕就是他的极限了。这老家伙居然是6品武师！这个世界怎么了？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居然和我们是同一个武道境界！刚才谁说这老头是没有实力的关系户？站出来，上去和他老人家单挑一个！看不出来嘛，老先生看上去干巴巴的，可衣服下面却很有料哦。姑娘说笑了，老头子都一把年纪了，实在是经不起这么夸。老先生，你方才那一拳力道是够了，但对内力的驾驭太过粗糙，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便会力竭昏迷。姑娘的洞察力果然不同凡响。你也算是我亲自招收进入除妖司的，既然有缘，这本名为八荒宫的武功就送你了。这本武功是我在一座上古遗迹里找到的，虽说只适合男子修炼，而且还只有上半卷，不过定然是顶尖武功，也足够你修炼了。老先生，好好练这本八荒功吧，很快就会有一场浩劫降临，你尽量争取能有几分自保之力。那个，考核继续，恭喜你以天字上等的成绩位列本次除妖司考核的第1名。好生霸道的武功！八荒功，据说是上古炼器士修仙成圣的武功，练到第9层，甚至可以达到肉体成圣、白日飞升。这本武功完全放弃了内力，专修肉身气血，而我又有可以吸食妖怪的气血玉佩，可以说这八荒功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武功。可惜只有前5层，唉，后面4层修仙成圣的法子都遗失了。不过也足够了，修炼到第4层大圆满，按照这本武功的记载，可以化身成为山岳巨人，这不就是神话传说里面的法天象地吗？还是不要好高骛远，将第1层修炼入门了再说，要不然总是耗尽气血之力就晕倒过去，
太难受了。成了。之前总觉得空有一身力量，但是却好像不是属于自己的。现在那股从妖怪吸收而来的气血之力，才算是真正成为了我的力量。城南朱家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死状极其凄惨，疑似妖怪作祟。你现在立刻前往查看，不得有误。知道了。放心吧，那案子我打听过了，可谓是凶险万分。就连之前派去的几个除妖司老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折在了里面。这个老头子才刚加入除妖司，只怕也是没命活着出来。讲真，骗你做甚？既然如此，我家老爷也该放心了。好烫！此地必有大妖。玉佩居然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也就是说明这个庄园肯定有妖怪，而且还是大妖，甚至比古庙里那只化形成人的狐狸精还要恐怖。阁下也是斩妖师，为何我从来没见过你？哦，我明白了，难道是从其他分舵调遣来的高手？老头子陈木，乃是昨日新加入的斩妖师，这项有理了。新加入的，这案子可不简单，光是我知道的，就有3个斩妖师折在里面了。上面怎么会派你一个新人过来？我也不知道，传令官把令旗送到我手上，我就来了。看来此事不简单啊！我琢磨着，恐怕有2种可能。哪2种？就一枚。你看老头子像是有钱人的样子吗？罢了罢了，算是做了笔亏本买卖。看你这把年纪，跟我那死鬼老爹差不多大了，就当是孝敬长辈了。我告诉你，你可要听好了。第一种可能，楚妖司看你年纪太大，养着也是吃白饭浪费粮食，所以派你过来当炮灰，探探这宅子里头的虚实。成了，白捡一条命；不成，反正你这把老骨头也没几年好活了，折了也不心疼。第2种可能，我说老哥们儿，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哼，这么熟悉的套路，总感觉有人想借这趟差事整死你啊！得罪了什么人？你倒是提醒了我。马家宝，那狗腿子还真是阴魂不散，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将此人解决了。看来是第2种可能性了。怎么样，这笔钱没白花吧？那你又为何如此笃定，我进去就一定会死？你看你这老胳膊老腿的，能有什么实力啊？
不是明摆着送死来的吗？况且，您就是新来的斩妖师大人吧？救命啊！求求您救命啊！你是？这位就是朱员外，此次妖怪案件的苦主。大人啊，我朱某人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儿，逢年过节给穷苦人家送米送面，饥荒年头开棚施粥，活了多少条命，老天爷怎么就不开眼，叫我落到这般田地呀！求求您斩妖除魔，救救我一家老小吧！朱员外说的是实话，每年闹饥荒，他家的粥棚从没断过。我家2个娃就是靠他的粥活过来的。可不是吗？朱老爷为人心善，方圆10里谁没受过他的恩惠呀？这位镇妖师大人，您可得救救朱员外啊！我们一辈子都替朱员外感激您。诸位乡亲放心，老头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知道一碗粥对穷苦人家的分量。既然楚药师派我来了，必定会全力以赴，斩妖除魔。朱员外，你先别哭了，把话说清楚，你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可知道作祟的又是一只什么样的妖怪？大人，自从去年开始，每逢初一、15的深夜，我家就必定会有一人离奇死亡，全都死状凄惨。经过几位斩妖师的判断，说很有可能是妖怪作祟。今天正好就是15啊！我朱家今晚必定又要死去一人。大人，求您救救我们吧！先别急着跪，带我去看看尸体。这是我的老管家，姓刘，跟了我23年了。每年饥荒开棚施粥，他冲在最前头。当年山匪下山抢粮，也是他拿着扁担带人守在门口。就在前几天夜里，他就这么走了，死得好惨啊！你不是说逢初一、15妖怪才杀人吗？怎么你又说这老管家是前几天才死的？哼，莫不是欺我老头子年岁大了，脑子不灵性？不敢！大人您误会了，我哪敢欺瞒您啊！之前确实像我说的那样，只固定在初一、15死人。可自从上个月开始，除了初一、15，其他日子也会死人。老管家是前几天走的，我那个侄儿是上月23走的。我那侄儿啊，刚考上秀才，才17岁呀，书读得好好的，来我家借住几天备考，结果就……大人啊，你说那天杀的妖怪，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也杀了？我这一把老骨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胸口和肚子都被掏空了，确实是死得好惨啊！虽然很微弱，但是玉佩确实有反应，这也就说明，看来确实有妖怪作祟。你为什么敢如此确定？你也是这案子的负责人，到现在连是不是妖怪作祟你都拿不准吗？实话跟你说吧，我接手这案子到现在，连妖怪的影子都没见过一回。你说你连妖怪都没见到过，那我问你，前面那几个斩妖师又是怎么死的？前面那几个斩妖师怎么死的？还不是初一、15留守在这里，第二天一早，你猜怎么着？那几个6品武师境界的斩妖师
就和这老管家一副模样了，来一个死一个，一个不落。那你就没蹲守过？蹲守？你开玩笑呢？我王浩又不傻，除妖司那点俸禄才几个子儿，就这点钱，玩什么命啊？王大人，只要您肯出手把这个妖怪除掉，我朱某人就算把全部家业都给您，也在所不惜呀！我只求不要再死人了，就算有万贯家财，也比不上活生生的人命重要啊！我说朱员外啊，我确实喜欢钱，可要是小命都没了，要再多钱财又有什么用？你有钱，你去请别人，可别来害我啊！够了，命确实只有一条。要是你作为普通人有惜命的想法，谁都无法指责你。但是你既然穿着除妖司的皮，领着朝廷的俸禄，街上百姓哪个见了你不叫一声大人？既然如此，你就必须要担起这份责任，懂吗，小子？你这样在官场上，我看是迟早要吃亏的。再给我几个铜板，我再传授你几招官场绝学，怎么样？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朱员外，你放心，老头子半截身子入土的岁数了，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哪怕豁出我这条老命，也要把这个妖怪给你除了。大人，要是真因为给我朱家除妖，就叫您丧了性命，我这心里又怎么过意得去呀？要不，今晚你们聚在一起等我，门不要关，我会来的。装的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老头，你今晚真敢来吗？我是不信的。老东西，追查你许久了，你涉嫌杀害南山村的村正张如虎，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况且此人还是朝廷的编外人员，更是罪加一等。不过嘛，我看老爷子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腿脚也不利索，真要进了大牢，怕是一天都熬不过去。要是你能拿出些钱财来打点打点，咱们兄弟也不是不能替你通融通融。他们又在抓人了，也不知道这老伯犯了什么事儿。落在他们手里，没罪也能给你整出罪来。那可不一定，要是有钱啊，有罪还是可以变成无罪的。上回李屠户调戏了良家妇女，被他们抓进去，花了5两银子，第2天就无罪释放了。反倒是那小娘子被进了猪笼，他娘的！我去年不过是在街边多站了一会儿，就被他们拖进衙门打了10板杖，说我是什么山匪的眼线，赔了个倾家荡产，才给我释放出来。放什么狗屁！再多嘴，连你们也抓进去！一群贱骨头，就是欠收拾。老东西，看你这样也不像是有钱人，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快跟我们回去，接受律法的制裁，也好还被害者一个公道。你敢对公差动手？叫人，快叫人！哼！我是斩妖师，你们2个败类的上司是谁？快带我去见他！大人，您既然已经入了除妖司，以前那些事儿自然就一笔勾销了。是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大人。求大人饶恕一下，把咱哥俩当个屁事放了吧。身为缉拿罪犯的差役，不仅徇私枉法，还唯利是图，该当何罪的是你们！赶紧叫你们上司过来，我倒要问问他，他底下的人就是这么当差的？斩妖师大人说得好，斩妖师即负责斩妖除魔，没想到还为民除害，真是好样的！这2人平日里没少欺负人，这条街上的大家伙们谁没被欺负过？今天总算是栽了。
还请斩妖师大人替我们做主，把贪官污吏都给抓起来！斩妖师大人，请留步。县太爷客气了。今日多亏大人出手，将那些蛀虫从衙门里清理出去。下官专治山匪去了，却导致手底下藏污纳寇，惭愧惭愧。日后定要加强内部管理。正如大人您所说的，清正廉洁。有县太爷这番话，我相信百姓们会有安居乐业的一天。惩奸除恶，清正廉洁，这不就是我当年读书时想追求的东西吗？没想到弃文从武过后，这个志向反倒是实现了。我这把老骨头时日不多了，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做出更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也算是对得起我陈家的门楣了。你居然真来了！老头子都半只脚入土了，难道还会说些虚头巴脑的话来沽名钓誉不成？老头，听说你今天在县衙耗了整整一天，何必呢？岂不是浪费时间？你也知道了，这县城对普通百姓来说大得很，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去。但对咱们斩妖师来说，小得很。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瞒不过我们的耳朵。既然如此，那些作奸犯科的官差，你们也都知道？知道又如何？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大家都这样，你管得过来？再说了，这种事也不归我们斩妖师管嘛，我们只负责斩妖除魔就完了。你知不知道，今儿整个除妖司分舵都在笑话你这老头，简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头，你笑什么？我笑好一个斩妖除魔。那我问你，斩妖师斩妖除魔到底是为了什么？自然是为了国家安定。你可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家安定是绝对离不开百姓安居乐业。算你说的不错，可咱们斩妖除魔，不就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吗？说得好，那我又问你，那些吃百姓肉、喝百姓血的贪官污吏，与妖魔鬼怪有何差别？我们斩妖师斩妖除魔，看到了，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你们怕得罪人，老头子我不怕。有吃人的妖怪我杀，有吃人的贪官我也杀。读书救不了这个世界，但老头子我手中的刀或许可以。这老头子可真像我那死去的父亲啊！妖怪，住手！老爷，别出去，那只是个下人。他跟了我10几年，在我眼里，他早就不是什么下人了。斩妖师大人，您千万珍重啊！就凭你舍身救人，老头子死也要替你除妖。修炼了八荒功，我的力量更加稳固了，而且不会再力竭晕倒了。那就和这妖怪好好斗一斗吧！区一个6品武士也敢来招惹我，这除妖司是没人了吗？你试试便知。不好！卑鄙！对付我一个快死的老头子，居然还要用毒！我是毒蛇成精，不用毒，难道还要用爪牙吗？
斩妖师大人，您没事吧？别出来！出不出来有什么分别？反正今晚过后，这宅子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了。即将有一件大事发生，我没心情陪你们玩闹了，索性全部杀了吧。人类的心肝脾胃肾还有脑髓真是美味呀，吃不完我就带回去给徒子徒孙好好享用。老东西，你这身肉虽然老得很，但气血倒是强盛的劲，想必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老头子的骨头很硬，就看你啃不啃得下来。死吧！走。砍伤了吴的鳞片，还想走？你这妖怪，居然有5品武士的实力！王浩！今天真是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钱没赚几个，反倒是把命给踏上了。老头子，我一把年纪了，死就死了，可你还年轻，不该来送死的。老头，你真的很像我那死去的老爹，不光长得像，这股子为了别人不要命的愚蠢也很像。有什么话，来我肚子里说吧。死鬼老爹，以前我还小，只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面前。现在有个老头子和你很像，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他死在我眼前。倒是个重情义，这样的人吃起来最是香。既然如此，我就先送你去死，再去收拾那个老东西也不迟。
该死的妖怪！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妖力被压制了！死吧！不要！不要！你不能杀我！我是马家堡的人，马家堡你知道吧？乃是你们这里最大的势力。马家堡的堡主是我的兄长。你要是杀了我，马家堡上上下下都不会放过你的。马家堡，巧了，老夫正好与马家堡有些旧怨未了。既然你是那狗堡主的兄弟，那就更该死了！老家伙，你以为我只有这一个身份吗？我告诉你，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你不能杀我，更不敢杀我！哦，你还有什么身份？说来听听。说出无名，下入一跳，吾乃黑风山白面蛇郡是也。你要是敢杀我，必然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废话那么多做甚？老头子，我没几年好活了，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好强大的力量，比之前那些妖怪加起来都强。我早该想到的，这枚气血玉佩既然能够吸收妖怪的气血，那么自然就有压制妖怪的能力。估计是之前遇到的那些畜生都太弱了，所以才没有让他的能力给显现出来吧。
早知道你这么强，我就不该跳出来玩命的。老头子，多谢你了。伤得怎么样？还死不了。叔啊，你这一刀下去可是闯大祸了。这妖怪虽然可恶，但你万万不该杀他。这种妖怪，人人得而诛之。你说我为什么不该杀他？叔啊，我虽然没听过什么白面蛇君，但是黑风山这个的地方，我却是如雷贯耳。黑风山这地方，老头子我也听说过，乃是鞍山最深处的大山。那是个什么地方？陈叔，你有所不知，那是妖怪的老巢，整个南方有道行的妖怪，10有8九都聚在那黑风山上，说它是一方妖国也不为过。朝廷就不管，就让这乌烟瘴气的地方放任自流？管？要是管得了，早就管了。就是因为管不了，所以前几年朝廷才大动干戈，组建除妖司，在天下大力吸收武道高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些小妖怪倒是杀了不少，而如黑风山这样的地界，却是已然存在。我还听说了，黑风山上曾经那位妖王放过狠话，谁要是敢动他的徒子徒孙，必定会灭其满门，将其挫骨扬灰。所以很多斩妖师一听是黑风山出来的妖怪，往往就不敢痛下杀手，打断手脚意思一下就好了。老头子孑然一身，无妻无子，无父无母，老光棍一条，他还想灭我满门？呵呵，哪里来的满门？叔，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有所不知，那位大妖可是有着武道宗师的实力，真要是出山来杀你，丰城的除妖司分舵绝对保不住你。武道宗师？那位安碧月姑娘好像就是武道宗师。我只知道武道分为5、6、7、8品，这武道宗师又是什么境界？叔，你都修炼到6品武师了，连这都不知道？实不相瞒，老头子我以前就是个穷书生，弃文从武还不久，对这武道境界的划分确实还不甚了解。唉，武道9品到7品，腾成为武者境界，修炼到这个境界，就拥有了超越凡人的力量，寻常几百个普通人都远不是对手。武道6品到4品，成为武师境界，你我现在就处在这一境界，拥有千钧之力。至于武道前3品，也就是所谓的武道宗师，每一位宗师都有着排山倒海之能，举手投足间便是山崩地裂，绝非常人能够想象，简直可谓是陆地神仙了。叔，您今儿杀了这蛇妖，也就是得罪了他背后的黑风山。那黑风山的妖王可是武道宗师，您说说看，这不是大祸临头是什么？你问我为何有恃无恐？因为我不怕。老头子，我都这把年纪了，死亦何惧？多少达官显贵、武道高手，到了晚年害怕的要死，生怕今晚睡下，明天就醒不来了。你倒好，看得别谁都开，也不知道你这6品武师的实力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底气？就凭我现在已经不是6品武师了。什么意思？您今晚拼了命救我们朱家上下几十口人命，这份天大的恩情，朱某人没齿难忘。从今往后，我一定将您老人家的长生牌位供奉在祠堂里，日日上香，年年供奉。我老朱家的子孙后代，哪怕成了只有一口破碗的乞丐，都绝对不会忘记对您的香火供奉。
不知朱员外和那马家堡有何仇怨？大人有所不知啊，有一年旱灾，地里颗粒无收，因此马家堡禁止我等粮商售粮，想要抬高粮价，可是百姓都快饿死了呀！我瞧着那些瘦成皮包骨的孩子们，可怜得很，于是就把仓里的存粮低价卖了出去。就为这事儿，马家堡从此记恨上了我。先是抢了我城中心的6间铺面，又占了城外的200亩良田，就连我家祖坟边上那块地都被他们耍手段给弄了过去。马家堡可是奉养了武道高手的大势力，我不敢争，也不想争，心想着家里人都好好的，手头还能有点余钱，逢年过节也能给穷苦人家施个粥发个馍，我心里头这就踏实了。可没想到马家堡居然这么心狠，派了妖怪过来，想要搞得我家破人亡。朱员外，你是个好人。王浩，你记住了，咱们斩妖师职责就是要让朱员外这样的好人能够有好报。有吃人的妖怪，那我们就杀妖；要是有吃人的恶人，那我们就杀人。老头子不过是一山野村夫，见识短浅，心中的除妖司便是这么一个既斩妖也杀人的机构。叔，我记下了，或许这才是除妖司存在的意义。大人这番话，我朱某人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听见。我朱某人虽然不敢说是什么大好人，但也想替全天下的好人敬陈公一杯。敬陈公一杯。敬陈公一杯。我先干了，陈公随意。大人一路珍重，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只管让人来朱宅传句话，我朱某人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陈公，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老头子，我睡眠浅，今晚怕是睡不着了。你先回除妖司睡觉吧。你要去哪儿？妖怪是干掉了，可还有一些恶人等着老夫前去收拾。陈公，我知道您心里有气，可您听我说一句，除妖司虽然特权不小，但不代表可以随便杀人，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人？哼，那些欺压百姓，甚至比妖魔鬼怪还要狠毒的东西，还算是人吗？就算他们不是人，也可以交给官府去处置，犯不着您亲自。官府？老头子，我读了一辈子圣贤书，书里说的明明白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成了就能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可结果呢，却连自己的祖坟地都保不住。所以我也就明白了，在这个妖魔鬼怪的乱世里，我手中这把刀才是最管用的。您就不能再等等吗？以您的本事，只要再多杀几只妖怪，积攒些功劳，很快就能混到除妖司的中层位置。到那时候，就算是杀几个有权有势的恶人，也没人敢说什么。第一，老头子我杀妖，不为加官进爵。第二，我想杀的可不只有一个恶人，而是全天下的恶人，哪怕那人是王公权贵又如何？第三，时间不等人呐，老头子我年纪大了，说不定今晚躺下去，明天就醒不来了。要是在这有限的日子里，少杀了一个妖怪，少杀了一个恶人，那么老头子我会死不瞑目的。陈公，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会想办法给你拖住他们的。下雪了，只不过这雪是红色的，
这鬼天气，真是冻死个人了。管家老爷，您这次替堡主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明儿堡主一准重重赏您。到时候可别忘了请兄弟们去翠香楼喝2盅花酒啊！哼，这招叫做祸水东引，借那蛇妖的手干掉那不知死活的老东西，兵不血刃。等明儿天一亮，我再带人去南山村把地占过来，谁敢不从，就打断谁的腿。你想打断谁的腿？你不是死了吗？你这恶人都还活着，老头子我又怎么会死呢？这是怎么回事？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小的有眼无珠，不知死活，您大人大量，饶了小的这条狗命吧！我再问你一遍，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爷爷，这些都是小乞丐，无父无母，我看着可怜，就想着带回去，好生照顾一番。你骗人！我们才不是乞丐，我们是被你抢来的！小东西，胡说八道什么？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抓这些孩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和我无关啊，是堡主老爷吩咐的。他让小的不管是偷还是抢，务必要寻找一些童男童女回来。小的也只是奉命行事啊，爷爷。找来干什么？小的也不知道啊，堡主老爷没告诉小的。爷爷您就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老小都指望我一个人养活啊。老夫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像你这种人，永远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次放过你，下次你还会再来找老夫的麻烦。不会的，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您就饶。杀人了！别跟着了，出来吧。陈公，没想到还真让你撞见了恶人。我早就听说过，最近总有孩童失踪案件，没想到幕后黑手居然是马家宝。既然早就听说了，为什么不去追查？陈公，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除妖司只负责斩妖除魔，这种拐带人口的事儿，该衙门去管的。衙门？马家堡在这封城经营了多少年，手眼通天，衙门怎么会去管？怎么敢去管？这3个孩子交给你了。成功！既然恶人都已经服赎了，您还要去哪里？他们只是从犯，真正的主犯，这会儿还在高墙大院里享福呢。成功，你要去马家堡？那马家堡的堡主至少是5品武士，而且府里还养着不少5到6品、7品的客卿。您一个人去，那就是送死啊！老头子，我命不久矣，杀一个够本，杀2个就是赚。全天下这么多恶人，你杀得过来吗？老头子的眼睛还没瞎，看到一个恶人就杀一个。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孩子们，快起来吧，跟着你们身边这位叔叔回家去，你们爹娘还在家里等着你们呢。如果每个老人都能像您这样，不惜性命的去惩奸入恶，也不会有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个说法了。走吧，我送你们回家。有人！您是天上下来的老神仙吗？您终于听到我的呼唤显灵了。你是谁？又怎么会躺在这马家堡门口？大人，小的是马家堡后厨的厨子。因为撞见了一件事儿，我就不想干了，想着领了这个月的工钱就回老家开个小馆子，可不曾想马家堡非但不给工钱，还把我拖到后院打了一顿。打完就把我给扔到门外，说是让我自生自灭。我就在地上爬啊爬，结果晕倒过去。还好老神仙您来了，要不然我肯定就冻死在这雪地里了。我不是什么老神仙，而是除妖司的斩妖师。你是因为什么事情才不想在马家堡干下去了？大人，您是斩妖师，那太好了。我有一件天大的要事向您禀告。什么事？大人，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件事，就因为这事儿，我才铁了心要从马家堡走人。什么事？马家堡在抓小孩子，抓来供奉给妖怪。事情是这样的。马家堡欺压百姓，我还能昧着良心替他做事？毕竟这妖魔横行的世道，我上有老下有小，想找份好差事也不容易。可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要是还能在这地方待下去，那我还算个人吗？原本我想着结清工钱，就赶紧去报告除妖司，可谁知道
被他们毒打了一顿，扔在雪地里等死。他们好狠的心啊！他们不是人！你是在哪里看到那些孩子的？就在后厨隔壁的仓库，平常存放些米面干货，孩子们多半就被关在那里。你先回去吧。大人，求您一定要救救那些孩子们啊！小的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在厨房里偷过肉，昧过油。要是能因为这事儿积一点阴德，也算是还了些孽债了。那个刘厨子1个月都没做满就想辞工，害得我还得找人顶上，扣了他半个月工钱，算是我的损失费。他居然还敢来闹事儿，老子直接叫人打了他一顿丢出去。没冻死算他命大，冻死了也是白搭。还是孟管事雷霆手段，我就是太仁慈了，才让那些短工胆敢来找我讹诈什么医药费。下回我也得学着点了，再敢来直接把腿打断。都说这世道越来越不行了，饿死的，被妖怪吃了的，那叫一个惨哦。可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咱们这小日子多滋润啊！要怪也只能怪他们命不好。来，为这瑞雪兆丰年，咱们干一杯！老王啊，话也不能这么说嘛，那些贱骨头还是有些用处的。明儿我得向堡主求个情，给他们施舍一些米糠。妙啊！李管事不愧是账房先生出身，就是会长远算计。这就好比是猪牛羊，随便丢点烂草根喂着，等养肥了再宰，真是妙！来，再干一杯！咱们马家堡的好日子还长着呢。你们手里吃的是人肉，杯子里装的是人血。你们虽然披着一张人皮，但骨子里跟妖魔鬼怪没什么两样。你这老东西从哪里冒出来的？来人啊！家丁的都死绝了吗？老先生是武道中人吧？我告诉你，我们马家堡也是有武道中人，咱们堡主更是4品武士，你可别太猖狂了。识相的赶紧。斩妖师陈木，替百姓斩妖除魔。你就是那个在南山村抢我地盘的老鬼，我没去找你算账，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得很。强卖乡亲们世代祖传的土地，反倒说是我抢了你的地盘，好生无耻！以这丰城为核心的方圆千里，只要是我想要的，那就都是我马家堡的。你有意见？先问过我手里的刀，答应不答应？区区一个6品武师，真以为能搅翻了天？给我上！
56品吗？不是5品50。他们还只是妖怪一样的人，而你乃是真正的妖怪。妖怪还不赶紧褪下这身人皮，现出原形！原来你都知道了。我很好奇，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这身份的？老夫年轻的时候颇为喜好蹴鞠，可惜呀，你那躲在朱家府上的弟弟脑袋实在太脆了，一脚就被老头子我给踢碎了。你杀了我弟弟白面蛇君，混账！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把你千刀万剐！不愧是堪比4品武士的妖怪，就是厉害。区区一个刚入5品的老鬼，也敢来我面前叫嚣！气血玉佩，助我斩妖！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力量居然被压制了！那些孩子们呢？你是在找那108个童男童女吗？你把那些孩子怎么了？你们人类有个新春佳节，我们妖怪又怎能没有呢？说清楚！那108个童男童女，昨天夜里就已经被我给送了出去，就等着给大王和诸位将军作为节日的美食佳肴。什么时候送的？现在到哪儿了？黑风山在什么地方？昨晚子时送出去的，现在算算时辰，应该快要进山门了。至于黑风山嘛，就在你们南山村后面第3座山底的峡谷。有本事你就去啊！你不用激我了，我一定会去的。老头子，我活了这把子岁数，命不值钱。就算你不去，你也会死的。你什么意思？
明年开春，我们黑风山就会妖君压境，到时候你们所有人类都会成为我们的盘中餐，被我们妖族给……我死不死还不一定，但你肯定是要死了。这等乌烟瘴气之地，毁灭吧！先是孩子不见了，这下连我们大人也要饿死了。给朝廷的粮食可以暂时先不交，但是给马家堡的租粮必须得交，要不然那些人上门来，连命都没了。交上去，交上去，我们吃什么？米缸里连粒米都没了，还不是只有等死？饿死了也好，我那可怜的丫丫，这都失踪多少天了，怕也是凶多吉少了。娘亲这就下来陪你。不要死，陈木陈公已将马家堡覆灭，马家堡的堡主竟是妖怪殿的。不要死，陈公覆灭马家堡，堡主是妖。乡亲们，乡亲们，马家堡完了。谢天谢地，马家堡终于覆灭，我那被他们活活打死的孩子终于可以安息了。马家堡这种毒瘤早就该覆灭了，除妖司陈公大恩人啊！感谢除妖司陈公替天行道。陈叔，您去哪里了呢？这八荒宫果然和气血玉佩乃是绝配，短短时间就助我修炼到了第4层，距离那强大的法天象地也只在一线之间了。时间不等人，也该走了。10年寒窗梦黄粱，一朝顿悟从武将。雪中提刀斩妖王，若是不归，青山葬。